今天给大家唠唠孙琛呐，这个武将牛逼了，10周年新晋县免神将啊，吴国最大的野心家，嘻嘻哈哈的拿个痒痒挠就开始搁这笑了。你别说手杀国战那个野心家孙琛，还真挺帅的，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权倾朝野的权臣形象。10周年的这版插画太嚣张了，作威作福。大家从椅子下面看过去，那里坐着的不是孙亮吗？好家伙，我吴皇孙亮给你当背景板，我正襟危坐，你搁那躺起来了，手上还拿着小皮鞭，太不给面子了。但是没办法，孙亮当时压不住孙琛，想杀孙琛没杀成啊，到后面还被孙琛变成会稽王了。不过在下任皇帝孙修在位期间，还是把孙琛给弄死了，死的时候才28岁，并且把孙琛和孙俊这俩人从族谱上也给除名了。就三国中这些野心很大的权臣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司马懿忍了这么多年才看见曙光，你孙琛这20来岁就那么嚣张，那大概率就是一个季的结局。当然10周年孙琛的技能还是很有强度的，很扎实，很全面啊，而且很有操作感啊。吴国老杀4学2技能，先看1技能自顾，出牌技能限1次，你可以弃置1张牌，然后获得场上1张装备牌。若你没有因此获得其他角色的牌，你摸1张牌啊。那这个技能说实话很舒服，弃牌拿装备，拿自己的装备，拿其他人的装备都可以。拿其他人装备呢，那这个技能就相当于用1张牌当只能顺装备的顺手牵羊，弃张牌拿自己装备，那就相当于1牌小制衡啊。就单看这一个技能就很扎实，很灵动啊，收益很稳当的。抢装备啊，就你感觉这个操作不痛不痒的，其实抢装备这个操作往往都是破局的关键操作啊。特别是打单挑，敌方加1码，防御根本就不敢挂，威慑力就拉满了。咱就只看这1技能，孙琛这个武将事迹他就不差了，自顾这个技能完全可以独当一面。但更令人惊艳的是啊，孙琛的1技能与2技能之间有非常巧妙的联动，说巧妙形容的都不太准确，还要再加一个丝滑，如此丝滑而又不刻意的联动设计还真不多见。咱们看2技能作威，当你1回合内使用牌时，若你当前手牌数大于 X， 可令此牌不可响应，等于 X 可对1名其他角色造成1点伤害，小于 X 可摸2张牌，然后本回合此选项失效。 X 为你装备区的牌数量且至少为1，你每出1张牌时就比较一下你此时手牌数与装备区的牌数，分为3种情况，大于、等于、小于，分别对应出牌不可响应、直伤1滴血啊，以及摸2张牌。其中摸2张牌啊，只能摸1次。那这个技能很像手杀毛戒的丙清，出1张牌就有及时的反馈。首先给大家确定一个概念啊，这个概念很重要，就在一般情况下，咱使用1张牌时，手牌数就是直接少1张。使用手牌时，这个节点还没有完成牌的结算，但是此时该牌确实已经离开你的手牌区了。就比如说你打顺手的时候，顺手离开你的手牌区，那如果满足条件，直接就触发这个技能，而不是说顺手把牌牵过来之后才触发技能。无中也是同理，开无中的那一瞬间触发技能。那想玩好这个技能，就要把握好提前量，和玩沙漠科的感觉很像。那你想发挥好这个技能，肯定还是要尽量的去追求直伤，追求手牌数与装备牌数相等，因为直伤最厉害。摸牌这个选项其实也是用来辅助打智商的。那出牌不可响应这个选项虽然说不是核心选项，但如果说你在手牌数很多的时候先出输出牌，它也能起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有朋友说这个技能很烧脑，有2个变量，我跟你说其实还好，说是2个变量，但其实你只用关注手牌数这1个变量就可以了。因为在使用牌这个节点，手牌数和装备数不会同时变，你不用双向思维的去思考啊，单向思维就已经够用了。就比如说在你使用1张装备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它对照的是你原本装备区的牌数，而不是你装上装备后的牌数，跟老沙关注原武器攻击范围一个道理。那这样再回来看1技能自顾，你会发现这个技能它既能调整你的手牌数，又能调整你的装备区牌数。你可以弃1张手牌，拿别人的装备然后装上，对吧？你本来可能手上就剩1张用不出去的废牌，这个时候我换1张装备，那就能用出去了。对，使用出去的这个瞬间，如果满足条件，那也能触发技能。拿自己装备也是一样，也能调整手牌数与装备区牌数的差值，玩起来极其有操作感，一环扣一环。你可以通过调整手牌结构，多次达到手牌数与装备区牌数相等，然后多次实现智商打1滴血这个操作，绝对的高质量设计。
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把它排上去年的10大优秀设计呢？就因为这个技能，它就很像最近刚火的幻兽帕鲁，好玩是好玩，但你是把三国杀过往的那些优秀设计、前人的那些设计经验综合在一起的技能啊。对，缝合嘛也没有缝，但是玩法核心，说实话和沙漠克没有多大的区别，依旧是动态调整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动态调整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自顾和作威这俩技能，其实和孙晨权倾朝野的人设没有多大关系，没有很明显的野心家属性。你不要去硬解释啊，契合度真的不高。就孙晨好玩，强度扎实，但是离神作还有一定的距离。不顺我意者，当田在野之鹤。今有成才良木，可装吾家江山。吾号锦衣御史，卿家可愿割爱否？